哎，看看我在不在中间啊？看看我在不在中间啊？看看我在不在中间？看看我在不在中间啊？在中间吗？就现在有时候懒得弄电子的东西，你看我这儿有个尺子，你把声音关一下。就是我每次开播之前，你看我这沙发这儿有一中缝，我拿这尺子量一下，看这中缝是不是在中间，就好了。笨办法，传统办法反而更直接。这件衣服嘛，啊，嘿嘿嘿，行吗？可以。德国早上7点半，不错，早起的小伙伴。没有，热。而且我发现你看我这个各种身体指标也没问题，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就好像这一片是有点发红，不知道为什么。对，去年波士顿回顾又一年了，外卖被偷了，那不被偷也搁凉了呀，还是吃的新鲜点好，小伙伴。你看我都多那什么，我好多时候都自己做饭，再点一份 BTC 的买了，NN 的我不知道，没看到消息，回头我查查，好吗？呵，博哥是80后杰出代表，这您过奖了。半马132没练过全马，需要跑间歇吗？那得看您以什么目标了。哎，现在我特别想去看看那个NN 的背心儿，但是我看看啊，是在他们的官方商店吗？还是在 Nike 呢？我看看，官方商店之前出过一波黑色的那个，不是 NN，是和那个 Ineos， 我不知道是不是念 Ineos 还是 Ineos，就是 Breaking Two 真正破二那次的那个合作的，有压缩长裤，有背包，那背包挺酷的，但是上市一天就秒没了。Nike JP 是吧？哦，那一般不用抢，肯定会有的，因为他们这边不太抢这些。哦，看到了。哦，BTC 的也有一件，BTC 这件好漂亮啊，给大家看看。我看看啊，呀，这个怎么弄呢？稍等啊，调一下，给大家看看。添加什么呢？屏幕采集器，这个能看见吗？能看见吗？可以吧？这两个，哦，那买一件啊，11888。今天日元又破新低了，473汇率。假如人家到了北京发现参赛资格没了，怎么回事啊？哦，这可以啊，买一件怎么样？它这 BTC 这跟那个 BTC 那还不一样，就是前两天 BTC 那个订阅比这个好看，是半红半黑的哦。行，下单，给下个单呗，要不然一会儿没号了。我先把这个停掉。日元又贬值了，哎呀，愁死了。
抄了李博作业，购入高驰 Pace 3，替换了之前的 Garmin，都很理想。唯一不满意的是屏幕没办法常亮，夜间跑步不能开夜光嘛？它有一个夜光模式，就是您长摁那个键，然后出那一堆选项里有一个。这个剪裁硬伤太短了，而且胸围大。对的，就是 Nike 的衣服很要求那个穿着者的身材。你们看那个刚才那模特，那就不适合用它，它就不是个跑步的模特。你们觉得呢？是不是？之前 BTC 官网卖的日本也上了，那没看见呀？官网那个是订阅的那个背心，那不会上的，我觉得就一半红半黑的那个。BTC 要 BTC，NN 那我觉得不好看，BTC 那个带劲，500块钱，对，得 M 号的，对，得 M 的，你 S 的都卖完了，售罄了，对 US 码 USM 的就 OK。谢谢啊，谢谢，我都不知道，去年我买了，去年我知道的。下雨和柳絮2选1，那难道不可能是柳絮加刮风全有吗？喝茶多还是咖啡多？咖啡多，哎，又是咖啡，咖啡时间。对，刚才说贾恩人家那个没有名额是怎么回事啊？有人知道吗？SOAR 这个牌子我没听说过，我可能看见 logo 知道。我是个特别的不敏感的人，你昨天把背心给弄错了，特尴尬。不是那个胶囊，我早上起来喝手冲也不自己磨，买咖啡粉，咖啡粉好便宜。手环在哪里挑啊？手环家属编的，哈哈哈！回头我开一店卖家属编的手环，怎么样？手工制品。赞助商拉扯，估计是组委会撞名额了啊！国内有 BTC 那背心吗？估计没有，不知道，我不知道，您可以试试。柳絮加大风，每年北京都是这样。北京这个季节就是杨絮，那个应该是杨絮加大风，主要就是因为北京就是北方城市本来绿化以前不好，再加上当时的战争结束之后，那定了首都就怎么办呢？那绿化呗，什么树长得最快呢？种梧桐肯定是不行的，对吧？种银杏好像也不行，都太慢了。那种什么呢？种杨树呗。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科技，结果种完以后发现，哎呀，这毛毛反正哪儿都飘，就特别难受，就没办法。develop 那个邮箱。咖啡粉买来和送一样，这咖啡粉不是溶质，我说清楚了吗？咖啡粉是得用那个就得用滤纸那么冲，能感受喝黑咖啡的副作用吗？我给你这个 code 能看到是吧？没有副作用，我喝还行。对呀，今天是柯南，昨天柯南上映了，在这儿。但是今天上午没有合适时间的票，明天看见。但是咖啡粉在这儿卖很便宜，在这儿就是咖啡粉是个不值钱的东西，特别便宜。对，类似茶叶，这小伙说的对。我这是聪明杯，就不用自己手冲的，简单。买豆膜太麻烦了，然后买那个电动磨豆的，哎呦，伺候不起它，主要是不是 AI 背景，是那个 iPhone 的人像模式。这是我们家沙发，你看我能坐上去，你看没？哎，我能坐上来，是不是？不是 AI 背景吧？要是 AI 背景，我能做这个动作，我的力量得多强啊，对不对？AI 前景那可还行。卖完了，了不起！你看家属支持我的马拉松事业，去年买了一件 NN 的，今年又来一件。
我不瘦了，我现在比前2年胖了。不是有沙发不坐，这样直播好看一些。我平常是坐沙发的，小伙坐这儿坐，每次直播完了腰酸背疼。佩子3的续航相当棒，这种手表现在都没有续航问题。包括我劝大家买佳明，买新不买旧。虽然它那新是从255开始是那个另外一种屏了，不是电子墨水屏，会稍微费一点电，但是我也觉得这真的不重要。就是你说你3天充一回电跟5天充一回电有区别吗？我觉得没区别，我真觉得没区别，真心的。可能有的人有区别，没有。我日常是带这块的，我日常生活不带高驰。背景这个是去年的 Spike， 去年的波士顿，这是山云小月送的。去年我在波士顿那个酒店的大堂进行了友好的那叫什么？他们说山云小月那画面拍的特别像315的那个叫什么非正常拍摄，因为当时在博览会的时候我没看见这个，没买。它每年都有，去年是这个色，今年的色比这个好看，今年是蓝红，今年色是我特喜欢的一个色。你看 iPhone 的这个摄影棚模式，这灯光是有 bug 的。你们注意看这个屏幕的右下角，这个沙发这儿这个光，你看没？你看我这儿一动，看没？这光其实是不存在的，是假的。哎呀，美津浓的鞋我没穿过，他们也不赞助我，他们好像这几次来大阪、来东京那些中国的那些自媒体都是他们赞助的，也没人理我。您半程马拉松冲下来，最后2-3公里有岔过气儿吗？没有，最后就是觉得腿还是不够有劲儿。感冒停了1周还在咳嗽，能跑吗？如果不发烧，咳嗽不是那种被动式的完全停不下来的，就能跑，没事儿。博哥，你多大？我39岁了，我是1985年9月份出生的。跑后喝啤酒有害吗？没害。那个柏林马拉松跑完以后就有啤酒，就跑完以后那疏散地就有啤酒，有那个有酒精的，有无酒精的。但是当时那次跑完柏林的时候，跑了3小时45分47秒，哎呀，跑完以后腿都不是自己的了，就没往远处走去喝，直接就撤退了。我从来不保养，我连油都不抹，真的，真心话，我连油都不抹。我就每天早上起来葫芦一把脸，我连肥皂都不使。哦，家属说那边有好多，我看看啊，抱歉，激情购物现场，哈哈哈哈。精英版裁剪完美还不试售，精英版其实裁剪也不完美。这位叫南山小旋风，精英版的裁剪不太适合普通人穿。精英版的 Nike 的背心，如果普通人的身材穿上，长短和胖瘦合适的话，这个地方会特别低，就是它这个道儿会特别长。精英版的我有精英版的，就是我最理想状态下大概106斤的时候穿上像个精英，大多数时候穿上这地方会滋肉，就不好看。你们看那些明星或者什么那个拍那些广告或者广告片什么的，就是照片啊，像这些地儿都是精修细修的，把这块肉给修掉。尤其是这样的时候，这儿这一小块肉，普通人这个特别难看。终于看上一次直播，感谢您。还有 LDS Channel， 我们的老朋友，轻松跑和健野跑基本上都是190的步频，只是步幅会变大，算是步幅还是步频跑者呢？步幅跑者呀。请问一下，博格 Stride 的校准系数只能在手机 App 里改吗？Pace 3方便改？Pace 3可以改啊，Pace 3它的设置菜单里就可以改。就是您如果把它用作距离和配速的那个传感器的话，但是如果用Pace 3在户外跑，我不建议用它作为距离和配速，就直接用 GPS 就好，它就提供功率和那些数据是最完美的。家属的手工艺品以后可以当成 B 站和 YT 会员们的礼物，充会员送家属的手工艺。我跟家属商量好吗？不过高驰的 B 带可以直接连苹果手表吗？可以啊，它就是一标准的蓝牙，而且它好像能同时连3个还是5个设备，挺厉害的。请问另外问一下频率带，可能是心率带吧？心率带适合怎样需求的朋友使用呢？就是如果您很瘦，您生活在温带或者寒带地区，在
差不多摄氏10度以下，户外跑步的时候就要用心率带了，大多数手表都不太行。咖啡感觉还是萃取过的比较有味道，对，就是这个胶囊会比手冲更浓郁一些。AI 主播做 AI 背景，哈哈哈。麻烦您能再讲一下语站吗？稍等啊，高驰臂带传感器好像高驰手表后面的传感器完全一样。好像不太一样，应该不太一样，因为你看，比方说昨天早上起来，我第一次下楼忘带心率带了，那时候手表告诉我心率100，我刚开家门，然后呢心率带就正常，就是配子3呀，因为我就是你太瘦以后手腕太细了，它会有影响。抱歉啊，这边我刚才没开这边的，该这边啊，跑完多久可以洗澡？跑完就可以洗。闲鱼号不会跟大家说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就是就生意是生意，然后观众是观众。咖啡加奶吗？不加。90岁还要跑全马，我不一定能活到90岁。比我大16岁就别博哥了，小李，感谢您，浪费时间的注册，感谢您。无脑255，我对这个是有微词的，我觉得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不真的不差那点钱，我这怎么还有微信？嘿，我爹给我发个微信，在家看电视了，电视上是我，现在咱们直播呢。哎呀，1公里怎么练？1公里就玩命跑，找个操场，跑跑那个400米的间歇，一次跑个10到12组，一周跑1-2次就完了，歇1分钟中间。心率带推荐哪款？我觉得高驰那个 B 带在国内买目前是性价比最优的。配子3开全星座双频全星座呀，就开到最好，你不用怕费那点电。晨跑状态来得慢很正常，我有时候跑完还困呢，尤其是冷的时候，跑完总是肘窝疼，腿嘛，你指的是？没事儿。对，这不光是帽子，这还有一个 pin 呢，就是大满贯完成的时候送的，看没？这个别针儿，哎呀，头发又长出来了。对，最好精度不差这点续航，就是手肘无所谓的，疼呗。代码140对应5K 10K 什么成绩？5K 可能23分钟，10K 可能45分钟46分钟，差不多吧。感觉博哥想家了，不是这2天特别想吃那个，哎呀，这2天特别想吃肠粉，不知道为什么，我北方人。昨天晚上拿火锅底料做了个毛血旺，特带劲。刚才奔黑门市场买了一盒那个鲜百叶，那鲜百叶可便宜了，这么大一盒10几块钱，牛的。然后明天接着毛血旺，而且我发现那个鸡胸肉，鸡大胸啊，切成薄片做毛血旺特别好吃。切点鸡胸片，切盒血豆腐，那这血豆腐也特便宜，鸭血就中华物产，大概几块钱一盒，可能跟国内差不多。然后那个来个底料，来点肚，带劲。高驰 B 带连佳明手表是不是只提供心率数据，不提供跑步动态？对啊，它连高驰的手表也没有，高驰那个 B 带就只能提供心率，那 B 带提供动态数据本身好像现在也都不行。你想在胳膊上，我一直不认为手表算出来的动态数据，比方说左右平衡这些是很靠谱的，因为它一直动着。现在人类的科技真的没到那个程度。B 站看一半，想到博哥说这边收益高，对，这边的收益主要是看视频，直播的话没区别。直播这两边都是指着那个，如果就那种收打赏类型的博主，我开直播就跟大家聊聊天，不是为了挣钱，平常的视频在另外的地方看，我的收益会更多一些。怎么看待赤足理念的训练？我觉得看个人喜好。买个5分裤去了，开始听直播，博哥加油。
祝您买的成功。博哥买了新的 BTC NN 的背心了吗？那刚才直播买的，您没看见，家属已经给下完单了。买的 BTC 的 NN 的没买，我觉得 NN 那不好看。去年是我两个都买了，11000多日元，现在就500块钱人民币了，日元就又跌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这个又加息，然后又各种的财政促进，它咋就不涨呢？不知道。所以在这边玩的能果断银联或者支付宝、微信支付的，就趁着汇率低用这个，别等到就是别用 Visa 或者 Mastercard。Visa 或者 Mastercard 的话，它都是账单日结算，可能过两天又涨回去了。日元贬值利好，博哥也不是啊，也不是。我在这边工作的目的，不就不是对吧？那肯定也不全是啊。美元在做空日元，我不懂啊，我对经济一窍不通。博哥什么时候能找品牌出个团队背心？我想要什么团呀，兄弟？咱们起个名儿。刚到盐城，明天盐城全买。盐城是哪个省啊？你知道吗？江苏对吗？江苏吧，是江苏吗？博哥讲讲 Age 呗，在压马路想入一双。我觉得如果您是小体重啊，我还真猜对了，江苏。那个 Age 的话，在这儿买在这儿到手是1100多，如果您退了税以后，亚洲人像我这样力量不太行，步频比较高，身材不太魁梧的话，很舒适。赵老师送的帽子吗？这不是，这是波士顿，波士顿。哦，对他们那是个海马是吧？这是波士顿，波士顿这个是个小独角兽。再近点。去年的波士顿第127届波士顿马拉松。雨战对吧？抱歉啊，抱歉，刚才说一个雨战那事儿。雨天啊，一定戴一个带帽檐的帽子，别戴眼镜，然后呢，穿一双不太吸水的鞋。这不太吸水鞋你就自己凭空判断吧，就是这鞋没有太多海绵。然后呢，像这边好多鞋店里、体育用品店里有卖那种喷雾的，就是像运动鞋防水的那种喷雾，应该淘宝也有，但是我觉得不必要。然后就没了，就平常怎么跑就怎么跑，肯定会影响成绩。但是你看我去年东京的半马就是雨战，跑了1小时18，那个体感跟我跑1小时17是一样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特步110X 5.0漏水，我大阪马拉松就是110X 5.0，还可以啊。明天盐城5级风加小雨，那顺风还行，逆风有点惨。每周80K， 下周有比赛，跑量怎么调？调到40或者35。戴隐形眼镜有没有担心比赛眼镜里进沙子？不担心啊，进了也没事儿，进了就跟不戴隐形眼镜一样，它会那个出来的。对，防磨膏买那个，就是您要是有防磨膏，就是防水那种，可以把背心带这儿，还有就是这儿，就这一圈，你可以涂一点，这样它水到这儿以后，它就会疏散开，然后其他地儿就没什么了。Nike 买 VP3还是2？3呀，3跟2是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两双鞋。亚洲人的眼睛一般能防进沙子的，您是指亚洲人眼睛小吗？跑者慢团，佳明手表支持高心率支持啊，就是只要这个手表支持蓝牙就 OK。因为现在就我不太看好那个 NNT 加那个协议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蓝牙还高功耗并且不稳定，所以那时候佳明弄了个 ANT 加，那是个广播协议，那个现在不行了。我觉得现在都是蓝牙5.0了，真的没问题。就以后大家买外设也是尽量就买蓝牙的，就 OK。哦，但是您打的这垂睫毛前面那4个字有俩我都不认识，那什么皮，那什么赘皮，对吗？不太多。防磨膏就凡士林就 OK 啊。您节目里常提到的基因里带的体重如何测定？就是这是一感觉，就是你怎么饿也就那样了。然后你比那饿的时候多吃，比如你看我在新加坡那段时间，
每天可能就吃2200千卡，我也瘦不下来了，瘦到108就瘦不下来了。日常我说正常情况下，我要多吃点呢，我吃3000多，甚至吃4000，我也就113，也就再上不去了。114，那是那个年代啊，5年前。现在呢，可能这个数是112和118，差不多就是这样。佳明手表想要更准心跳和动态，是不是应该买个佳明胸带？是的，佳明的胸带可以提供跑步动态的数据，配佳明的手表会比较好。Ultra 这不带着呢吗？单位比赛1500米怎么练？1500米就还是400米的间歇，您跑12组一次，2周跑3次。推荐苹果手表吗？推荐。如果您是苹果手机的用户，有这一块表，体感就是叫什么？整个的使用感受会很不错。而且你们看，家属看我比赛，在路边等我的时候，能那么准确知道我在哪儿，就是靠它。它有蜂窝数据，然后家属拿苹果那个找到我，然后就能看到我实时在哪儿。我平常5分半配速170，心率能跑12公里，那挺好的。半马148，想首马破4怎么练？得看您什么时候的比赛。您要是这个月的比赛，我觉得很难。我是双眼皮，我也是双眼皮。你双眼皮是什么？双眼皮是显性基因，对吧？对。比赛法藤贴嘛，贴2次，就入乡随俗嘛。我觉得那东西没用，那东西要真有用，非洲运动员、美洲运动员、中国运动员肯定也都贴，它并不是只有在这儿能买着。真心话，你们觉得呢？对吧？那谁都是，那国际比赛为了争名次，要真有一个有用合法的东西，他干嘛不贴呢？续航是苹果的硬伤，跑得快够用。Ultra 肯定没问题，Ultra 您跑6个小时也没问题。如果是普通的那个 Apple Watch 的话，大概在3个小时左右，我觉得。你看我那次无锡跑了2小时56，然后听着歌跑的，拿手表就是全程听的歌，听的 Apple Music， 跑完以后还有18%。日本伪科学盛行都是心理安慰，也不能那么说，大家都一样，哪儿都有那个心理安慰的东西。就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看的好多的话就是，别人做的不一定是错的。如果一看别人做跟自己不一样，觉得他不对呢，可能是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不一定，它有用，我觉得它有科学依据，但是呢，这就像你看有的运动员他就喜欢穿普通短裤，但是事实上肯定是半弹短裤对比赛成绩更有优势，您说呢？对吧？对，心理暗示还是很重要的，同意的。就跟你看那些运动员戴一大金链子跑步，他不戴那肯定比戴那跑得快，同意吧？那为什么要戴一大金链子呢？是不是？这说这讲道理，对吗？博哥建议跑步的时候听固定不频的音乐吗？无所谓，我什么都听。我听那昭和时期的老的日文歌，有的时候挺墨迹的。然后我也听那些动漫歌，比方什么哆啦 A 梦的主题歌啊什么的。那一放起来呢，就开始特别激动。减重速度1个月减多少公斤比较健康？这我不好说。长距离跑多久需要喝水？我现在周末跑95分钟，感觉可以喝可以不喝，其实无所谓。我夏天在北京跑21公里，我也不喝，嫌麻烦。但是你要喝呢，也能更舒服点。女生半马2小时，想到1小时45怎么练？我觉得就堆跑量就足够，堆跑量真的就足够。高驰的体能测试怎么样？心率配速区间准吗？非常准。高驰的体能测试测的那个我的最大心率是非常准的，跟实验室测的一样。但是唯一不准的，就所有手表都不准的，就是最大摄氧量。手表给你那最大摄氧量就看看就得了，不用管。260斤怎么练半马？哎呀，减到180磅再改名叫拓拓。您不能是我的当年的同学吧？因为我当年有一个同学也叫拓拓，也特胖，那个时候也特魁梧，抱歉啊。
是啊，好久不见，听说要回国跑个比赛。那天特别机缘巧合，在波士顿马拉松的起点，我准备上大巴的时候，有一位我频道的观众给我加油，他专门在那儿等我，加了个微信。之后我看他在您的微信下边点了个赞，他简直是奇妙的经历。我觉得180磅，您的那个我忘了叫什么了，应该是吧？反正咱俩共同的微信好友不多的。我觉得就是就我这位同学从小的时候就是那种魁梧的，他不是那种囊的胖，就特魁梧高大身材。然后你这种身材的话，我是觉得不太适合马拉松，就是真正去拼那个马拉松的极限。您不是说减到180磅再改名吗？其实正常跑步差不多就能减到180，但是说实话，到咱们这年纪了，真的难。我现在比去年那时候胖了4、5斤。哦，哎，有时候就是很奇妙。我微信有时候加的很陌生的人，突然发现和好多人之间互相都认识，然后导致呢我就不太敢点赞了，你知道吗？我怕他们也发现我都认识。不是基础代谢问题，我这个同学聪明，然后努力，比我强多了。跑长距离脚指甲痛黑指甲是不是落地不对？不是，黑指甲是这样的，好多人脚的食指黑指甲是因为不是典型的汉族的那种基因，它就是食指长一点，然后跑鞋呢可能会顶。那天我们跑团那些小伙伴在大本营赏花，喝多了以后，他们就晒自己的脚，各自看自己被跑步折磨的，有黑指甲，有掉指甲的，有那个看着特别损伤的脚，然后发了好多照片在群里。就我的脚在这些人里，你看我39岁了，我的脚看着跟小伙子似的，我脚保养的挺好的，但是我也不保养。说真的，我真的不保养。我要不是因为受伤，我连脚都不跑。博哥建议跑步的时候抱歉啊，读过一遍。新加坡跑步训练从体感温度最合适的时间看，早上还是晚上比较合适？如果生活方式上都可以安排的话，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每天早晨4点半出发东海岸那个公园跑也不行，因为半夜也是24度，太可怕了。我那时候我在那个马林百列那儿那个地方进东海岸公园，跑到那个东海岸美食中心海鲜食阁那儿，就那湖那儿，我就把背心脱掉。那时候就刚刚4公里，就真的不行。我最长一次从那儿跑到了机场，我都选点没回来。抽烟比赛还挺快的呢，虽然令人讨厌。那现在应该赛道会禁烟的，不过夏天比赛会带小毛巾擦汗吗？魔术头巾缠在手上，不会是小毛巾。哎呀，居然有我的同学，真的是，但是我们从之后就一面都没见过，因为都不在一个国家了，真的是缘分。祝您好。低足弓长距离一直磨脚。对呀，我也是，我那阿尔法 fly 就穿不了，我穿特步的没有，穿过特步的，穿 Vaporfly 什么的都没问题，阿尔法 fly 真的不行，低足弓好多精英鞋都穿不了。他跑天马的时候我去看他了，他是谁呀？我没看上下文。半马138，月跑量300，下半年首马能跑多少？315，照着315去努力。跑步的时候两膝盖不会时不时会碰到一起有影响？没影响，我有时候会左脚踢右脚。未来 AI 会取代程序员的工作吗？我觉得有可能会，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技术不会让人越来越懒惰，技术只会让人越来越勤奋，因为到那个时候就会有新的工作给现在的程序员们了。我的观点真的是这样，你看人类原来没有技术农业社会的时候，那每年就你热带不说啊，当然热带也不用努力耕作，因为躺在那儿就长粮食。
你要是像比方像中国北方，那一年就最多收两气儿，对吧？他就休息了。然后科技进步了，有了工业革命，人们就开始8小时工作制了。一开始还不是8小时被资本家剥削，后来是因为好像是哪儿啊罢工争取的8小时工作制，对不对？然后你说以前我们还单休呢，只休一个礼拜天。我小时候后来开始慢慢实行叫大礼拜，就每2周休一个双休，然后那时候叫大礼拜，反正北京那么叫。那你说科技是越来越进步了，但是那时候还是你上班到单位开始工作。现在呢，科技进步到你有一手机，天天这个微信、飞书、钉钉、滴滴滴，对不对？同意吧？然后再往后脑电波了，你说怎么办？然后再往后可能，原来我上中学的时候有那么一东西，就是浏览器插件，能说把你电脑的算力贡献出来，好像给人类基因组干什么？我想以后有没有这么一种事儿，就是你躺下睡着了，然后你的大脑就被利用起来了，那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是吧？所以真的是这个，科技只会让人越来越勤奋。半马训练138，33岁156的平均心率，没有可以上速度，比赛有机会破130吗？有机会。芝加哥，您说了个芝加哥是什么意思？不知道。黑客帝国，我体重多少？我现在115，我现在这状态，就你们看见的我。平壤能搜到星吗？准备去朝鲜旅行？能，真的能。那 GPS 北斗什么都在天上，除非 GPS 屏蔽，就是它屏蔽那个区域的信号是可以，就是它可以不让那儿的人搜到星。跑步会有腹肌吗？基本只靠跑步不会有，瘦不到那程度。土豆算蔬菜还是碳水？算碳水啊，土豆是高淀粉、纯淀粉了，几乎是。北马观赛推荐什么观赛点？我跟大家分享呗。半马、北半马，朝阳门桥、东四十条桥和东直门桥这3个地儿都可以，都不错。然后就是那哪儿，那个安贞桥，安贞桥往北一点，还有就是亚运村，就是那英东游泳馆那儿，然后就是最后冲刺那一片了。这些地儿都不错。好像看到过老哥，您然后恢复期多久啊？什么意思？刚吃完卤煮，明天 PB 有希望吗？有希望。今天晚上不推荐吃太多。工人罢工，5一劳动节的来历，芝加哥。感谢您。跟腱炎跑步不影响，睡觉的时候用手按摩很疼，这种怎么治疗？所有的肌腱炎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按压的时候会比较疼。我这现在按压几乎已经不疼了，但是今天跑到10公里之后还是有感觉，就好的特别特别慢。我这都1个多月了。模足弓贴肌效带缓解不上，试试看。哎呀，我没读明白，抱歉啊。博哥训练穿碳板吗？我穿碳板。聚餐完赶紧过来看博客直播了，感谢您。村口发廊的 Tony 老师。停跑一段时间，5公里31分钟，怎么进25分钟啊？慢慢恢复跑呗。去年238，今年310有希望吗？得看您怎么练的。如果持之以恒的练下去，肯定没问题。我多高？我1.69米。我身高的巅峰是高考体检1.70.5米。对，没办法，这遗传的因素。月跑量300左右，但是刚开始跑21公里的长距离不久。就是刚才那位半马有没有机会130的？我觉得有机会，但是会比较难对您来说，因为我通过您说的判断，我觉得您可能速度能力稍微差一些。不过这个身高最适合长跑啊，我也觉得是。会不会封住过不去？基本不会。就是北京大部分时候不是有国街天桥，就是有过街地下通道。肌贴马拉松有用吗？我个人认为可能有用。PB239啥时候能国1？那您问我，哎呀，兄弟，
您太高看我了，我不行啊，我这239我估计没戏了呀。合练有一阵子没看到石川先生了，哎呀，石川先生可能有点社交，就是有点心理上有点觉得难过，因为他大阪马拉松没发挥好嘛。但是其实我真觉得没什么，所以他最近不出现了。他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他的跑步记录，最近在推特又开始发了。明天就跑北半马了，可以祝福我一下，祝福你，祝福所有明天比赛的，不管是哪儿，有多少明天跑北京半马的呀？哎，好多跑的，给各位加油，给各位加油！第一次来北京，那第一次来北京，这个现在这季节北京还行。下周副中心哦，只跑有氧和长距离如何？可以，但是可能成绩的天花板会比较低。10千米38分37，半马和全马秋季目标是多少？可以照着全马破3来了。半马的话127。广州现在30度了，下午去跑 LSD， 我觉得你应该早晨去跑。我3月份去过一次广州，在二沙岛上，我差点就死在那个岛上了。双没中签，看看能不能观赛啊？哎，我今天开播前说想说什么来着？柯南说过了，不记得了。中午去吃回转寿司了，那个叫什么？苏西喽，就是之前出那卫生问题那家。哎，他们太激进了，他现在不回转了，只能点菜。那履带跟那儿干转，只放那个瓦萨比和七味粉什么的，完全不回转。那库辣什么的还都回转着。回转寿司吃了个寂寞。周日比赛，周四开始不能再跑了吧？可以跑，就是周四您应该周五的时候跑几组200-300米的冲刺，5到6组就可以。周四可以休息，然后周六休息。中网蓝马打算顺便年假去西北走一圈玩玩呗。对啊，佛哥能给点建议吗？我得往前看看。下周半马冲130，无兔子无手表必须出发。没有手表，为什么呀？您带个普通手表也行啊。买手表啊，不下礼拜呢吗？买对吧？您说呢？顶尖精英跑者比赛时心率也得170以上了吧？对啊，你看那个会长不是也分享他的那个数据嘛，基本都在170多。哎呀，这2天追星失败了，任先生那天碰见他了，我太早了，因为大家都说了，他好像也公开，所以我才可以说，要不然我也没打算说。任先生说碰见他跟他老父亲在大阪城慢悠悠的跑步呢。什么叫跑鞋的衰减问题啊？就是您跑到，比方说刚跑过10公里、20-30公里的时候，你觉得这鞋底变薄了、变软了、没劲儿了，哎，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一方面是鞋的问题，更多一方面是人的问题。救命那本书里推荐吃全蔬菜，少吃肉蛋奶，什么东西我觉得都是过犹不及。日本吃素食的多吗？不多，这儿到中午基本就是炸猪排，当然大阪可能比较奔放，炸猪排，然后还有什么呢？牛肉饭，乱七八糟的。买了手表跑步就可以不带手机了吗？对呀，扁平足怎么办？没事儿的，就是你练到一定程度以后，扁平足不会影响您跑步，因为你大部分时候就都是前掌在这个地方着地了。
一开始会很有影响。请教博哥，请教不敢当啊，没关系。2周前测30公里，匀速419的配速，年底破得了3吗？没问题，肯定没问题。月跑量350到400，肯定没问题。您稳定住，别受伤，尽量别受伤就 OK。还有3周哥本哈根马拉松，准备看完直播后去跑一个30K，希望顺利，祝您顺利。没去过哥本哈根，就是被那个变态小孩恶搞那家寿司吗？好像是那家吧，是那家啊。请问博哥身高1.85米，体重建议多少比较好？看 BMI 吧，我现在 BMI 好像是20点几，46岁，那您别叫博哥了，小李啊，以后比我大的都叫小李。大阪是安藤忠雄的家乡，安藤忠雄是谁呀？哦，哆啦 A 梦啊，对，家属说的，我不太知道，我不是哆啦 A 梦的粉丝，我所有动漫里好像只看七龙珠和那个柯南。那时候小时候，北京桥，北京那有一小书店，那七龙珠46册完整的到魔人布欧结束的那一版，然后每周来2本，每周那时候我中学就住校，每周回家，我妈就带我去买书去，我现在还留着呢，一套46卷。安藤是建筑师啊，那你说错了，不是哆啦 A 梦，哆啦 A 梦那叫什么不二雄对吧？藤什么不二雄是不是？不过去看过大阪城外面的真田丸吗？真田丸没有吧？连跑3天，今天18公里，517配速，累，44岁女，手动点赞啊，我们给叫华清凉。脚尺码大小对跑步能力有不同影响吗？脚大点好。不过大胶囊去哪儿了？胶囊好收屋里。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日本放映如何？我没看过，没看呢还。我上次进电影院是去年波士顿回来去看柯南，啊，藤子不二雄啊，那大胶囊，阿普托克西，用哈西洛库 Q 对吧？啊，这长粒的就变成了圆粒的，是不是？来温哥华跑啊，可美了，今年有川内优惠啊，有机会啊，有同学在温哥华。波士顿有大破节，博哥之前推荐的药膏是什么？都无所谓，其实真的无所谓，就是那叫什么，所有这种消炎的都可以。去年半马121，全马300，不错的成绩。冬训跑量只有100多，5月份能破3吗？我觉得难，除非你以前有很棒的速度基础。最近大科员先生又去周4晚上长居公园的晚训练了，本田先生也去，昨天给我发了个照片，哎呦，我的同学给我发微信呢，给人回一个，大科员先生给我发过个照片，前天的，能看清吗？因为他那手机前置摄像头磨损严重，他说这个女性跑者全程马拉松啊，看2小时26，在长居公园的晚训练，这就是普通人，都是普通人。外面机车声音好大，不是机车就是汽车，这边几乎还都是油车，油车声就是大。就是大家你看在北京生活这几年已经慢慢全是电车了，路面的声音是小多了。我从小住在东三环的边上，那原来车声也巨大，那时候家里得装那，后来我结婚以后装修，来装3层玻璃，但是现在全是电车，声就小了。神户马拉松，对，这神户马拉松开始报名了。然后海外跑者就是各位报名是不用抽签的，先到先得。今天上午开始了，大家去搜 Kobe Marathon， 就是 KOBE 空格 Marathon 能搜到的啊。如果想来，先到先得。本土就是在这儿居住的，当然我也可以走那先到先得的通道报名，但是我没有，我按这儿来报。为什么呢？我有那日本陆联的登录，我要拿陆联的那个号去报，那就只能抽签。神户马拉松是这儿很不错的。女性226，什么日本牛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小伙
不，或者是那个小姑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从来不叫任何民族，包括我们自己，一些怪怪的称呼。虽然我觉得说这个可能您不爱听，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就这世界应该更多元，更全球化。就像我早上说的似的，2个小时从上海到大阪了，12个小时从北京到纽约了，不挺好的吗？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是不是？李弟，小李就好，54岁，判马138，月320，秋天330，行不行？哎呦，您真棒，54岁，奔5奔6，我觉得差不多，真的差不多。说实话，您要是小伙子的话，可能就300了，确实速度能力不太行，到岁数以后。26，女性国内达标健将了，我真的不太知道。长居公园的周4晚上的晚训练有好多隐藏高手，那不是想去就能去的，是介绍制的。我是大河源先生介绍的，我当时发视频了，还上台拿了一张小纸条跟那儿自我介绍的。重 ITBS 如何解决？这是臀部肌肉力量的问题，建议做拉伸和臀部力量。年底11月的神户马拉松博格会员跑团一起报名了，我报名了，已经进入抽签环节。2甲双胍，这我不建议用这种就是这种药那个什么，对，就是那个髂胫束什么的，就是臀部肌肉的问题。您千万别博哥小李，感谢您奔5奔6这位老哥。感冒怎么恢复？有什么建议吗？我一般不是很严重的感冒，我都不停训的，我正常训练没事的，人没有那么脆弱。你说这原始人天天得狩猎采摘才能活下来的时候，你说我突然感冒了，今天不出门，那就不出门就少一天吃的。那别说原始人了，日结大神们不也是吗？少一天不就少一天嚼骨吗？这嚼骨好像南方小伙伴不这么说吧，北方方言，现在年轻人也不说了。请问有建议的？那词念什么呀？就是Johnny 来问的，请问有建议的什么啊？袜子，抱歉啊，这个繁体中文确实是就老不看了。袜子现在我穿无指的，就是我建议您穿袜子别穿太厚的就行，只要是跑步袜子就好。达标奥运了，国际健将2、3、4啊，那挺厉害的了。痛风不痛的时候能慢跑吗？能啊，没事儿。神户昨天开始的，哦，还真是昨天开始的，我说错了，不是今天啊。延时，感谢您，您和女朋友都报了，也报了6月30的韩馆和那个佐吕间湖萨罗马超马同一天，那咱们同日一起参赛。五指袜我就穿那迪卡侬最便宜的。吃咖啡因骗跑步心率很高，建议吃吗？都还行，看您自己。心率很高影响很大，我觉得就不要吃了。博哥不在比赛周期里，您会有阶段性的目标吗？有，就是维持现状就行了。对，刚才那个22几的那位女性选手应该不是专业运动员，就是普通人，我猜。如果大河源先生在屏幕前说错了，您可以帮我指正。大河源先生要去出差了，去湖州啊，不是福州。半马心率190了，那就别吃了。没有什么江湖地位，我不在江湖里，就跟昨天那视频聊的似的，我跟大家没什么关系，因为大家也不带我玩啊。新 Nike 半弹我没穿，我觉得有点贵。我有好多衣服，主要大河源先生也看直播吗？好像有时候看哦。然后有时候视频里出现他的话，他会问我要地址，然后可能要发给朋友们。咖啡因片有推荐吗？其实没有，我那个咖啡因片都买了5年了。你就搜咖啡因补充剂、能量补充剂，有的200毫克一片，都一样。
5分半能跑12公里，70公里求推荐，70公斤求推荐的鞋，就随便一双碳板都可以。Vaporfly 3和 Edge 对比如何？我觉得 Edge 更好，就至少对我来说 Edge 更好。如果您没有像我这样步频这么快、这么轻的体重的话，我觉得两个差不多。人老心不老，人也不老啊，60现在哪叫老啊？我哥还好几年才能退休呢。区间赏先生是哪位来着？世川先生。世川先生是当年哪区啊？5区还是6区？下坡那区的区间赏。一起卡瓦桑，好久没见到他了，我都挺想他的。因为他之前的大阪半马和全马都出了一些小问题，他可能觉得士气受了影响。我特别想见到他，跟他加油。还会出 Stride 的评测吗？哎呀，没想出怎么说呀。主要比较尴尬是 Stride 还是人家送我的，就第二个还是得出。高值臂带能完全替代佳明心率带吗？其实如果您是佳明的手表，又是佳明的胸带，依赖那个胸带获得动态数据，我觉得不需要换。如果您都是没有胸带或者不依赖它获得动态数据，我觉得现在已经是用臂带心率带的时候了。国产跑鞋越来越贵，你怎么看？我觉得就是用户用钱投票，看买谁。等到时候，比方说阿尔法 Fly 4，然后像现在的 ASICS 这个 Edge 或者 Sky Metaspeed 下一代，然后再到比方说假设 110X 6.0 Pro， 如果是一样的价钱，那看大家怎么选咯。但是如果你比方在这儿，那你没得选，这儿买不着那个特步，它没有经销的途径。就是前者，你看各位在中国也能买到 Metaspeed，叫 ASICS， 也能买到 Vaporfly、Alphafly， 也能买到那个阿迪 Zero， 对吧？你都能买到，在哪儿都能买到。但是呢，绝大多数国产跑鞋在这儿是买不到的，不光在这儿买不到，在美国也买不到，就不是那么容易买到。就是它还不是一个市场量级，就是一个是做，就像 iPhone。我老说 iPhone 为什么不做快充呢？是因为它的出货量导致它炸一个就完蛋，对吧？那快充功率高，肯定它的危险程度就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大。那如果我这一个是个山寨手机，我的销售群可能就这一小片，那我肯定什么都往上怼。就是它市场它还不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得慢慢来，对吧？是买不到的，你连官方店都没有。别说那个商店，连官方网店都没有。它真的不在一个，还不是一个体量，就是我们还在很叫什么积累阶段，真的还不是一个体量。其实不是的，是成本考虑，苹果开坑了，真的不是这样的，兄弟，想多了。因为你看，之前那个 iPhone 4那个死亡之握，那时候在三里屯的苹果店，你跟他说我这手机信号不好，就白给你一个当时卖200多那个官方那个壳。然后美国之前有一个好像是 iPhone 哪一代呀，有一个诉讼，集体诉讼，就是说它有一个故障，然后每个人赔了100多刀，那就是可能是上百万，可能几十万刀的赔偿啊，兄弟，您说呢？而这些东西，咱们就不光是咱们的厂商，包括我们公司都没有这些东西，就甚至连 SLA 都没有承诺和这个叫什么通报。就这东西做大了以后，有好多麻烦事儿。比方说，你要做出海，互联网公司做出海，你用户协议，包括那个欧盟的那个同意 cookie 这些东西，你都得做，这些都巨麻烦。你这市场大市场小了，真的不一样。你还得考虑时区，你哔哩哔哩就不考虑时区，哔哩哔哩是这样，发视频可以定时，定时底下明确告诉你是按正8时区，这就特别好办，我就算嘛。但是直播这个预约，我第一次直播预约就弄错了，他让我选时间，没告诉我什么时区，然后我选了一个1点半，各位看到的是12点半，
因为我这是按日本时区，他没考虑这大到 B 站可是个上市公司啊，对吧？他都没有这些。那你想，那像我们这种小公司更没有，都是小作坊，对不对？你各位想想，你用的互联网产品，你上这网站的，如果是我中日差1个小时还好，我要在美国呢，对吧？终于看上直播了，躺在医院里，哎呦，祝福您，北马没抽上，想跑奥森半马，可以啊。明天比赛纠结半弹还是3分短裤半弹。博哥试过，我不太会念那个词儿，就是那个索康尼没有。然后赤焰3和强风 SE 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厂的，抱歉啊，真的我不知道。博哥三观很正，不光看宝贝，反正态度不是，就是三观这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只要不是二极管思维，三观都不会太歪。博哥会买 Vision Pro 吗？不会，这一代不会，因为现在买了也没有用，现在连那个中文输入法都没有。然后中国好像说是今年会上，那个东京店就是不是苹果店啊，那个有的电子店里有现货。10公里配速如何配速？我10公里就全力以赴冲就好了，别客气您。简秀德是念简吗？完成6大马后会想再报某一场吗？会。伦敦马拉松4月20号开始报名抽签，我打算试一试，然后有可能再跑波士顿和纽约，我觉得这2场的气氛我挺喜欢的。还有东京我报名了，东京不是报名了，是还没开始报名呢。前2天东京那线上全马我发动态了，那是要付费报名的线上比赛，然后付了报名费，跑完就能有机会抽明年东京的名额。但是东京其实参不参加对我来说不重要，起床跑步去，加油给您。说明 B 站海外用户量还是太少。对啊，就是大家不知道吧？比方说你的苹果App Store， 如果你的 Apple ID 不是国区是日区，商店里都没有哔哩哔哩的软件，它都没有在日区上架，因为是这样。你们看，比方说其他平台对版权的审核是很严的，你的背景音乐，甚至你去了一个咖啡厅，他放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歌都不行。各位可能不知道，有的人。但是 B 站是完全没有这些，那些配乐想用什么就用什么。但是各位不想想，音乐创作人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好听的歌，所有人都拿它当 BGM 的时候，那这个音乐制作人1毛钱也不可能从哔哩哔哩获得。所以各位看我的 BGM， 其实我都用的是没有商业版权的，就是可以随便用的。所以我的视频的 BGM 没有出现过任何流行歌曲。我说清楚了，对吧？半马比赛需要自己带水吗？不需要。半马我建议您起跑的时候渴一点，然后5公里喝一次，10来公里喝一次，结束。穿5.0 Pro 半马138，平时穿什么训练？都行了，都行了。版权意识很重要，对呀，因为你得让创作者挣到钱呀，创作者不挣到钱就没有创作者了，对不对？我现在美区的 B 站 APP 啊，美区 B 站是上架的，对吗？广告少很多啊。您是根据什么制定训练计划的？就是我早上起来说的，就是我保证一个跑量，比方说我不受伤的时候，这1个月至少是450到500，然后在这过程中，我1周1次强度课，2周1次长距离，其他随便。现在还玩主机游戏吗？我不玩，玩不动。国内有没有可能组织像大满贯的赛事组织？国内有好多其他的难度，比方说，你看这几个大满贯国家，都是老牌的，也不叫老牌的吧，它至少都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然后呢，很多跑马拉松的人去呢，第一航班比较方便，第二衣食住行都比较方便，然后第三就是也没有什么签证问题。而其实大家这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来我国参赛是有很高很高的门槛的。第一，他得办签证；第二呢，我们的国际化做的确实还不够，就是不管是英文引导，还有你看这儿的机场，关西的机场，中日韩英，指示牌和语音
各种包括地铁这些去机场的地铁都是中日韩英的报站，就是真的语音报站，这些是有难度的。然后呢，紧接着就是酒店也不是随便订一个就能住，对不对？有好多好多问题，所以组织这个会有难度的，但是会越来越好的。左脚落地或下楼梯膝盖发软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是累了。B 站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创作者挣不到钱。对啊，我想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能理解我，我其实挺努力，我想不行接点商单，但是也没有商找我。因为你看，咱们聊点实际的话，就是我到这个年纪，我早晚有一天，我觉得，哎呀，我这个工作可能干不动。你想有点副业收入，副业收入靠播放在 B 站真心不行。有各位有给我充电的，我能看到的，现在基本上充电收入跟那叫什么创作激励每个月是这俩是一样的，然后就没有了。而创作激励现在跟几年前比，相同流量可能已经少3倍了，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流量。B 站连亏几年市集，那亏那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对吧？有计划来悉尼跑吗？明年跑悉尼。轻微崴脚休息几天？崴脚还是要去看医生，听大夫的。前脚掌小指指球疼，小指指球部疼痛正常吗？就正常，我也疼过。不服增长不服增长不服下降，这算好事。哎呀，是不频下降吧？我觉得算好事。平时听音乐的口味，我平时听都比较听老一点的歌，新的歌听的少了，老了。最近可能有新东西的评测，还不一定，可能会有。我想拉了赞助，看看这个能不能弄个运动相机拍我那100公里，不知道屏幕前有没有高手可以给出谋划策一下。有悉尼的计划，悉尼明年肯定去。突然没弹幕了，不能被封了吧？我没说什么呀。没有，我是为博开的哔哩，对，哔哩哔哩注册答题这个事儿，好多人搞不定，对吧？但是可以找 UP 主要那叫什么那个邀请码，我每个月都有，但是我才知道这事儿。请问多久按摩一次？我刚开始把跑量加到300，扛不住的时候2周一次，后来就不按了。同问今年9月来悉尼吗？今年不来，明年去。今年跑台北，每天吃饭空闲时间刷博个3-5篇视频，发现一个难题，就是刷不完呀，内容很受用，不管而不商业。您每天刷3-5个肯定能刷完，因为我每天才发一个。感谢您。腿筋拉伤建议继续训练吗？不建议，我建议养到基本不疼，整活才有流量。不会呀，我老人家，我这个有没有在这个大胶囊垫垫腰啊？还有7分钟。博哥一天2练洗2次澡吗？对呀，因在3月要出新品了，我知道，我猜可能是个360度相机，我想问问人家，不知道那位小伙伴在不在屏幕前，因为跟我有联系的310的小伙伴也是咱们的观众。按摩去哪里按？我其实没有固定，那时候在北京有2个地儿，一个在我公司楼下，一个在我家边上。我发现那师傅是真懂，后来那师傅就都不干了，然后我正好也就不那个什么了，不按了。跑步区蛋糕太小了，嗨，我不指着这发财，我就说白了，如果有一天真的失业了呢，这能够买菜做饭就可以了。干这么些年了，终归有点家底儿。何哥简直跑圈中的一股清流，我干什么都是一股清流，跟人家格格不入。我这做互联网也是，你看我也不熬夜。有的像我们这圈里也是，有的人1万个微信群，然后跟
分享自己的想法，然后发文章，各种乱七八糟的，我也都没有。还能优惠买 Stride 吗？能，但是我那个优惠跟您真正在网上买他那个优惠一样的，甚至还没有人家那优惠的多。20多度比赛穿袖套会热吗？穿那种薄的，那样会让这个胳膊的出汗会舒服一点。8K 的360度全景会提升到1英寸的底吗？我觉得可能会吧，要不然怎么整 8K 呀？现在那有1/3英寸那个，哎，也就是因为库存太大了，因为几乎所有的摄像头都是那东西。提到的商品想买没链接呀？没有，我那个松拓那耳机，我那视频底下有蓝链，那个各位要买我还能分成呢，但是没人买呀。我到现在蓝链卖出去1单，我挣了140多块钱。为这蓝链，当时因为那个厂商给晚了，人还不知道怎么加，还问客服，家属折腾到半夜才给加上，我又发愁又，我不知道怎么办，尴尬。明天苏州大概率雨战，没事儿。对，那位任先生很厉害，他练短跑的，但是他可能的问题就是，我那天后来我也跟他聊，我说这速度能坚持多远？他说不会超过3公里，就是速度能力的天花板会高，耐力早晚会补上来的。最近开放式耳机出现不少产品，对啊，就像电动车一样，你看特斯拉开源以后，电动车就多起来了，因为它本身没有技术门槛，就不是没有生产门槛，大家都是同一个货源，就像你说这手表，这 GPS 芯片，全世界就那么几家，你屏幕不也是吗？为什么有那么多说跟苹果一样的显示器？那都是 LG 的同一个面板，只不过就是背后那驱动板不一样，而且驱动板没什么技术秘密，真心没什么技术秘密。然后，那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个供货渠道拼凑出一个产品，那只要这拼凑的办法被公开了，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对不对？松特耳机挺好用的，但是就是夏天肯定舒适度不如 AirPods，但是那灯真的挺酷的，我特喜欢那个灯。乐视赛道的背心挺好穿的，甲鹅北半马名额被取消，我回头看看新闻去，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我这里没反应了，什么意思？正常不？还能看见我？能看见，没问题啊。还是韶音好，这2年火起来了，跑圈人手一个。对，他是第一个走出第一步的人，就这东西就是谁先占领市场。刚才卡顿了2次呢，可能是网的问题。那哔哩哔哩这边海外它推流也是这边的 CDN。半马前应该怎么吃饭？您是说明天的早餐吗？可以少，可以不用吃太多，6、7分饱。啊？怎么跟一般人解释成绩想进步会受伤很正常？受伤是因为您的训练强度，就综合上来的强度超过了您的承受能力。那如果我们想进步，最优解肯定是又不受伤又超过承受能力，在那个范围内，但是大部分人掌握不到，所以可能要不受伤，要不练不够。相比练不够，受伤反而证明您的训练在进步。你就跟他说超级赛亚人是怎么变成超级赛亚人的，就 OK 了。第一次全马前如何准备？放轻松心态就 OK， 想着完赛。第一次全马前，如果您是一个成绩不太好的小伙伴，考虑30公里那个关门点，绝大多数比赛30公里的那个关门点的时间是比较严苛的，过了那个就完全没问题了。
还有1分钟家属说，报名体检可以用过往成绩单替代。嗨，今天直播好像多次出现缓冲，有可能是推流的问题，因为毕竟海外推 B 站嘛。但我这儿看到我的推流码率一直是稳定的，10 Mbps。高温全码的建议，高温全码真的不能强求成绩，随意吧。其实已经到点了，我们再聊1-2分钟，矫枉过正才能有突破。说的对，差不多了吧？我这一秒钟没停。乳酸长距离能在1周内同时练吗？能。直播用的什么摄像头？用家属的 iPhone 13 Pro。我的直播画面是这样的，给大家看看。我拍个照，你们能看见。这是我看见的前边，能看见吗？啊，键盘在另外的平台还发过视频呢。行，那这么着，今天好吗？感谢各位。节奏跑和间歇跑哪种那个得意，就效果好？我觉得间歇跑效果好。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感谢屏幕前的各位，感谢屏幕前的各位。那这么着，13 Pro 发热还行，不发热没关系，没带壳，是直播完会挺热的。那这么着吧，今天到这儿结束。最后祝大家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吧，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我明天休息日了，咱们后天见啊，拜拜。